叙利亚内战打了多少年了，火力军都快记不清了，只知道在此期间有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活脱脱一个人间炼狱。本以为随着沙姆解放组织推翻阿萨德政权，叙利亚战斗会很快结束，没想到却成了中东各大派系及其背后大佬们利益角逐的舞台。叙利亚局势将在2025年进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从地缘政治来看，叙利亚处于中东核心地带，这位置简直就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超级十字路口，战略意义拉满。从能源上看，叙利亚的东部和北部都是资源重地，油田无数，只是归属至今没个准数。偏偏这些资源争夺战失败的苦难，全都落在了叙利亚人民身上。每一次轰炸，每一次资源抢夺，都让他们的生活难上加难。虽说现在也有一些和平谈判的动作，但想通过和平手段把国内国外势力安抚，这难度好比1天拿下莫斯科，2天攻入白宫。那如今都有哪些势力在争夺叙利亚呢？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朱拉尼拿下了这座江山，却陷入了守江山难的境地。如今的朱拉尼政权已是四面楚歌，内有军阀割据，外有美国、土耳其、以色列、伊朗虎视眈眈。由于对新政府不满，包括前政府武装在内，叙利亚多地爆发起义。据不完全统计，叙利亚境内活跃的武装组织多达好几十个，这些组织各有各的诉求，背后支持的大佬也各有各的小算盘，各方利益根本无法调和。眼看统治地位不保，朱拉尼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直接联手以色列，切断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通道，来武力镇压国内各路叛军。去年圣诞节期间，由于朱拉尼过渡政府改革过于激进，和对原先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民众疯狂打压，以及对以色列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其与叙利亚民众矛盾瞬间爆发。大马士革、霍姆斯省、阿勒颇、塔尔图斯省等多座城市开始陷入内乱枪战。作为强硬派领导人，朱拉尼也毫不示弱，直接下令开枪镇压，造成多人死伤，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因此，主要由叙利亚前政府军官兵组成的叙利亚人民抵抗运动组织，于是在当地时间1月14日宣布在拉塔基亚省起义，组建山狮营，反抗沙姆解放组织的暴行。只是很快就遭到了朱拉尼的镇压，其部队前线司令更是被直接打死。不过像这样的反抗朱拉尼的组织还有很多，如朱拉尼死敌艾哈迈德·奥达领导的叙利亚南方军，其在叙利亚政权更迭后就借机反叛，并收拢了大批前政府军人员，接收了不少武器，接管多个军火库，如今已成为叙利亚南部最大的地方武装之一。又或是巴沙尔亲弟弟马希尔率领的原叙利亚第4装甲师组成的2支特种部队，如今已撤退到伊拉克。去年12月14日，其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帮助下，首次越过伊拉克边境线，进入了叙利亚境内50公里，围歼了一支沙姆解放组织行动队，打死121人，摧毁了一个袭扰伊拉克边境线的大型据点。完成任务后，该特种部队已撤回伊拉克境内。这还不算完，亲阿萨德的另一支武装叙利亚国民军目前已与马希尔联手，对沙姆解放组织发动突袭和攻击。此外，还有土耳其痛恨的库尔德武装等等，都在与朱拉尼作对。对于这些地方势力，朱拉尼态度十分明确，就是一个不留，全面消灭，双方的战斗不会就此停歇。以色列方面对于叙利亚新政权明显没有达到完全信任的阶段，在控制戈兰高地后，以军准备继续在叙利亚境内驻军，并且建立控制区，以应对紧急情况。这时，眼看着叙利亚局势又再度进入混乱阶段，以色列迅速采取军事行动，以空袭的方式摧毁了叙利亚前政府军的大多数武器装备及几乎所有的防空导弹，同时又打击了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的真主党武器走私通道，包括赫尔梅尔和代尔扎赫拉尼等地。可以说，以色列帮了朱拉尼大忙，不仅消耗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资源，也进一步削弱了其战斗力和士气。种种迹象表明，朱拉尼在抛弃俄罗斯和伊朗之后，已经下定决心要向美国和以色列靠拢。这意味着叙利亚新政权可能将退出抵抗之后同盟。只是这样的举动引起了伊朗的不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公开表示，有证据表明巴沙尔政府的倒台，美国和以色列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并称还有一个邻国参与其中。虽然哈梅内伊没有说出这个邻国的名字，但外界猜测很有可能是土耳其。与此同时，哈梅内伊将这次叙利亚乱局比作当年的2伊战争，称最后的目标是伊朗。因此他保证道，
伊朗将持续并增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并将其驱逐。而他的话也被很多人理解为伊朗将可能强力介入叙利亚局势，甚至可能派遣武装力量进入叙利亚。此外，与前阿萨德政权的黎巴嫩真主党大概率也将介入叙利亚乱局。至于土耳其，埃尔多安在巴沙尔逃往俄罗斯后，就放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伊德利布、阿勒颇等城市在1918年之前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一部分。这话的意思想必大家都清楚，无非就是一个出兵理由。土耳其有心收编朱拉尼，吞并叙利亚。一旦未来的叙利亚被土耳其控制，对于以色列而言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以色列也将介入叙利亚乱局。其他介入叙利亚乱局的势力还有战略失败的俄罗斯。当初俄罗斯为了保住自己在中东的地盘，从15年就开始在叙利亚驻有军队，同时给阿萨德政权钱粮和武器。只不过因下注失败，又深陷俄乌战争，最终不得不从叙利亚撤军，而选择投入美意怀抱的朱拉尼，在权衡利弊后，开始迫使俄军永久撤离叙利亚。美国方面为了打压俄罗斯，顺便打击伊朗支持的势力，力挺库尔德武装，同时打着维护和平的幌子，从叙利亚油田里分一杯羹。由此可见，2025年的叙利亚战斗远未平息，至少面临着4大战斗。其一是朱拉尼通过整合起来的叙利亚新政府内部因争夺权力而分裂引发的新内战；其二是叙利亚南方军、库尔德武装等部队与朱拉尼新政府之间的战斗；其三是流亡阿萨德武装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设法整合叙利亚境内的支持力量，卷土重来。最后是以色列、美国、伊朗、土耳其、真主党等外部势力以叙利亚为战场的争夺战斗。总之，叙利亚乃至中东的整个战场可能将越来越乱，而武装冲突和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难民潮。据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有超过650万叙利亚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其中大部分流向了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等国家和地区。就拿土耳其来说，据悉其已经接纳了约350万难民，这个数字几乎可以改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虽然难民们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但也增加了对资源的需求。与此同时，本国国民的排外情绪和社会隔阂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滋长，社会矛盾正在加剧。此外，这些难民们也成为了某些势力的筹码，如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博弈，又或是叙利亚内部被迫留在境内的难民，甚至成了不同武装势力争夺民意的工具。哎呀，从阿萨德到朱拉尼，从内部武装到分裂夺权，到外部势力的资源争夺，战争在叙利亚留下难以抹平的痕迹。叙利亚人的未来注定还要走很多难走的路，和平也许离得比想象中更远。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试图加深与朝鲜之间的联系，计划在滨海边疆区建造一座公路大桥，以直接连通朝鲜。目前，俄罗斯政府已发布文件，指定了一家总部在索契的公司来担任这项建桥计划的主承包商。按照俄罗斯计划，该项目整体的建设工作至少需要在2026年底前全部完成，总成本预估会超过9000万美元。事实上，早在2018年，俄罗斯就与朝鲜讨论了在过境点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但由于当时突发疫情，这些项目一度被推迟，直到去年2月，朝鲜重提了关于俄朝双边交通基础设施的倡议，上述建桥项目才得以恢复。同年6月，普京亲自访问朝鲜，作为双方计划中的一部分，签署了关于此次建桥的最终协议。如今随着建桥文件的正式下发，这也就意味着俄朝在恢复铁路连接后，其公路运输也将恢复。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负责建桥的承包商，其背景有诸多疑点。根据公开信息显示，索契的这家公司于2014年成立，但截止到2023年却只有4名在职员工，而且在同年的财务报表上还显示该公司净亏损超过50万美元。更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还没有个人网站，也没有关于以前完成重大项目的信息，很显然这是一家空壳公司。而按照惯例，跨境公路大桥可是重点国家项目，俄罗斯却将其交由这样一家公司负责。至于这项目里面到底有何门道，后续还有待观察。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海军近期增设了一个新部门，名为机动舰队司令部。随后，韩国海军参谋总长梁龙模对此发表了看法，其指出该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朝鲜方面的潜在威胁，旗下的机动舰队将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务必要完成上层下达的任务。按照韩国计划，该机动舰队司令部将以韩国海军驻济州的第7机动战团为核心，下设3支机动大队、1支机动补给大队和1支基地大队，以此作为韩国3轴击杀链中海战部分的关键组成。
在舰队主力方面，将由正祖大王级神盾驱逐舰带头，后续还将那边世宗大王级驱逐舰以及升级中的中武宫李舜臣级驱逐舰，另有万吨级朝阳号等4艘战斗支援舰，再加上新型的 KDDX 型驱逐舰，共计14艘水面舰。未来还将根据任务需求派遣支援海军第1、2、3舰队，对边境海域提供实时监管，还可执行远海作战、联合训练等任务。据洛马公司官网声明显示，其已与美国海军签署一项新合约，将以3.83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开发3叉戟2型第5导弹的延寿升级版，并确保这款导弹能够服役至2084年，以强化美国海基和威慑能力。目前，洛马公司正在佛罗里达州泰特斯维尔建造一座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的新工厂，预计将于2027年投产，以满足美国海军未来60年的生产需求。现役的3叉戟2型第5导弹由洛马公司研发，被称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潜射弹道导弹，搭载于美国海军的14艘俄亥俄级核潜艇以及英国海军4艘前卫级核潜艇。在原计划中，每艘俄亥俄级核潜艇能够装载24枚，后续降为20枚，而前卫级核潜艇则只能装载16枚。至于上述的升级版导弹，后续将配备于哥伦比亚级核潜艇，该系列潜艇为俄亥俄级的替换潜艇，预计会在2031年正式服役。据俄罗斯军火商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声明，其将于今年2月17日至21日在阿布扎比举行的防务展上推出2款新型立方体2导弹，不过其并没有公布这2款导弹的具体代号，只是表示其中一个体积大，一个体积小，但整体弹重都超过10公斤，并配备先进的光电导引头，且都具备人载回路和全天候作战能力，可以在风速为15米每秒和温度为零下40度至50度的环境下稳定运行。此外，这2款导弹还都拥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其中体积较小的导弹主要针对无装甲目标进行攻击，而体积较大的导弹则适合用于打击敌方的各种固定阵地、野战机场以及轻装甲目标。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长期的战争摧毁了加沙地带大部分区域的基础设施，甚至许多地带都变成了废墟。据联合国预计，整体的重建工作需要很多年。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项计划，加沙地带超过200万的居民将其安置在一系列阿拉伯国家。随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报道称，特朗普希望埃及和约旦能够接收撤离的加沙民众，以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目前，他已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就此问题进行过交谈，但有消息称，约旦外交部长艾曼萨法迪反对执行这项计划。至于埃及方面，特朗普将与埃及总统塞西就此事进行深度探讨。同时，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报道，印度尼西亚可能也是被转移的国家之一。不过，印尼外交部表示并不知道此类计划。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特朗普的清空加沙计划，以色列曾主动站出来澄清，否认该国没有强迫加沙居民迁移。但其国内部分高层，例如财政部长比萨列·斯莫特里赫，确实公开支持加沙居民撤离。根据黎以停火协议，1月26日，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的60天最后期限已正式到期，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尚未全面执行停火协议，以军将延迟全面撤军的进程。对此，黎巴嫩就以色列该行为进行谴责，同时表示将会在黎巴嫩南部地带大规模部署政府军队。此外，在黎以停火期间，黎巴嫩的国内势力正在进行重组。1月9日，黎巴嫩议会举行了总统选举，由黎军总司令约瑟夫·奥恩当选黎巴嫩第14任总统，结束了该国超过2年的总统空缺。奥恩就职时表示，未来对内将推动一系列改革，促进黎巴嫩发展，包括部队、经济等多个方面；对外将保持中立态度，并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恢复国际形象。同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对黎巴嫩在长期政治危机后成功选出新总统表示祝贺，并希望这一选择能够促进黎以局势进一步稳定。同月13日，奥恩任命现任国际法院院长的纳瓦夫·萨拉姆为新一任总理。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萨拉姆出身政治世家，今年71岁，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出任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2018年起担任国际法院法官，去年2月正式升为国际法院院长。如今上任黎巴嫩总理后，主要职责是组建新政府，同时还要负责黎巴嫩多地的重建工作。
而在黎巴嫩新总统和新总理就职后，其他国家的高层开始接连访问黎巴嫩。例如1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黎巴嫩，并会见了新一届领导人，敦促其尽快组建新政府，以启动战后重建和经济改革。据悉，这是马克龙时隔4年多再次访问黎巴嫩，而且他在这趟访问行程前还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了电话。据法国官员表示，沙特已承诺会向黎巴嫩政府军提供武器和资金。在之后的1月23日，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也亲自访问黎巴嫩，表达了对黎新任总统和总理的支持，而这则是沙特高级官员近15年来首次访问黎巴嫩。根据媒体报道，土耳其空军于近期接装了突伦新型制导炸弹，其由土耳其阿瑟尔桑公司研制，属于小直径滑翔制导炸弹，在外形方面与 GBU-39B 制导炸弹相似。其弹体上方安装有一副可折叠的菱形弹翼，弹体尾部则安装有2副可折叠尾翼，整体长 1.8 米，半径 0.17 米，重139公斤。在性能方面，可采用惯性制导或 GPS 制导。对目标的命中精度小于10米，最大允许投放高度为12192米，最大射程为101.86公里。可在射程55.56公里的条件下击穿1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在搭载平台方面，可由土耳其空军的 F-16战机、游骑兵无人机挂载。其中，当 F-16战机使用 SA-DAK-4T 复合挂架时，单架次最多可携带8枚该导弹，理论上可对8个不同目标进行攻击。除该导弹外，阿塞尔桑公司还在其基础上研发了突伦 IIR 制导炸弹，性能方面有了较大提升。其该型导弹的命中精度一度达到了小于3米的水平。其二，该型导弹采用了反 GPS 干扰的可控接收模式天线，具备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并搭载有双向数据链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具备一定的自主作战能力。根据 Foreign News 报道，英国近日宣布向北极地区部署1000多名突击队员，用于执行在北极地区的滨海作战任务，并重申其对保护北约北翼的承诺。这些突击队员隶属于未来突击队北滨海反应群。英国曾于2020年在海军陆战队内部组建未来突击队，该突击队下辖南北2个滨海反应群，其中北滨海反应群的任务范围集中在大西洋和北冰洋区域。从部署地点来看，此次英国将未来突击队队员部署到了挪威极北地区的维京基地。该基地于2023年启用，主要用于英美等北约国家的地面部队轮训，以加强北约在北极地区的作战能力。完成此次部署后，该基地将成为英国在北极地区的主要作战基地。根据计划，未来突击队队员将在这里重点演练远程机动、引导打击、两栖登陆等作战项目，以增强在极寒条件下的两栖作战能力，并将参与北约举行的寒冷反应联合军事演习。此外，为增强未来突击队在北极地区的侦察和突袭能力，英国国防部宣布将投入约1000万英镑采购雪地摩托、直升机等装备，为突击队在北极地区执行军事任务及危机处理做准备。除向北极地区派遣未来突击队外，英国海军还通过升级和采购军舰，为在北极执行战略任务提供相关支持。空军也派遣了17预警机和守护者无人机，以支援北极地区任务。同时，英国国防部也增加了太空领域资金投入，以加强对北极地区的侦察监视能力。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空军正在探讨塞浦路斯空军基地的升级计划。援引匿名塞浦路斯官员说法，由于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仅184公里，是该地区救援物资运输的关键中继站，因此扩建其空军基地与跑道，可使其容纳更多运输机和战机，并能规划加强外部防御工程。此外，该基地临近当地第2大民用机场，升级后还可强化附近空域交通管控，确保军用及民用飞机保持安全距离。目前位于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第435应急响应小组的美军专家已计划未来几天内抵达塞浦路斯，在进行实地评估后，将考虑是否进行升级作业。